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欢迎回到婷婷的植物频道。这期节目呢，我准备带大家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我的浇水方法。网上有很多关于浇水的神秘的4字口诀，相信大家都有接触过，什么见干见湿啊，干透浇透啊，宁干勿湿，宁湿勿干。这些神秘的4字口诀啊，大家就算去严格遵守，但是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遵守。其实我也没法完全解释清楚这些4字口诀到底如何应用到现实的场景中去，因为每个人其实植物的环境都不太一样，有的人在比较北方、比较干燥的区域，那它浇水的频率就应该适当的提高，因为它的土壤干得比较快。如果有些朋友，比如说在江浙沪地区，那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，土壤干得没这么快，那你如果根据北方的浇水频率来浇的话，肯定是不适合的。所以呢，那今天我就来记录一下我浇水的整个过程，然后顺便跟大家聊一聊我使用的几种浇水的方法。我可以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下，有浸盆法，然后喷淋法，还有正常普通的浇水，然后我还会在过程中跟大家仔细的分享一些需要注意的点。那话不多说，大家就跟我去操作吧。好的，那我们首先呢，先介绍一下这种喷淋法。我一般是用来给海芋、竹芋类的这种比较大型的植株来浇水。我选择用这种喷淋方法的原因是，海芋跟竹芋类是会比较容易长红蜘蛛的类型，然后喷淋的话可以让它物理的去除一下红蜘蛛，然后在这个浴室里操作，给它浇完水之后，我还可以用这种Neem Oil 给它做一下虫害的预防，这样是比较方便操作的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冲完的话，还能在这个浴室里给它晾干，还是比较方便的。每一片叶子的叶面跟叶背，我都会认真的冲一冲，这样能物理的把红蜘蛛的虫卵啊什么的冲走。现在它们目前的状态是没有红蜘蛛的，但是为了预防的话，也是要时常给它们正面反面都冲一冲的。那冲完之后呢，我顺便来示范一下如何给它们上那个 Neem Oil， 就给它喷一喷，因为这个味道我不是特别喜欢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浴室操作之后，冲一冲水，它味道也就散掉了。都喷一喷，这样适当的预防虫害还是很有必要的。然后用这个擦一擦，擦拭一下。Neem Oil还有个好处就是它擦完叶子会很漂亮，等于说给叶子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。但是味道实在是我不太喜欢。但是Neem Oil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你家里如果有养宠物的话，不会危害到宠物的，所以你是可以放心使用的。然后浇完水之后，你也可以放在浴室，给它这样先晾干，因为不然的话，它这个盆土其实刚浇满水，它还会再渗一点出来，这样子把多余的水分再排出来。叶片上现在还有很多水珠嘛，你也不可以直接移到那个太阳底下去，这样会容易晒伤的情况。所以最好就是在这里先让它自然风干一下，然后到时候再给它移回原位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去给大家展示下一种方法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下一个我比较喜欢用的浇水方法，就是浸盆法。大家可以看到这2盆植物都，一盆是牛油果，一盆是一种高山榕吧，我还是不记得它的名字，没事吧？黄金榕。那我现在就是来展示一下平常会使用的浸盆来浇水的方法。然后我们今天能看到这2盆植物都是已经严重缺水了，怎么看出来呢？很明显啊，你看它的叶子都已经垂坠下来了。如果正常的话，它的叶子应该是这样挺拔的。所以浸盆法就是让它把这个盆这样放进去，
那什么情况下会需要用净盆法呢？一就是像这种植物已经极度缺水了，我们就应该使用一下净盆法，让它的根系来喝饱水。你能看出这个盆土很轻啊，我在用力气给它压住，然后我们可以这样从下往上撩水，它这样很快，盆土有一定的重量之后，它就能自己站住了，你就不需要看着它了。还有一种情况是需要净盆法的呢，就是它的土壤有些盆土会有一点点板结，然后网上很多人说浇透水就是你能看到水从盆底流出来，这对也不完全对，因为板结的泥土啊，你水浇进去是很容易就从盆底流出来的，因为它们那个土壤已经有点久了，所以它保水能力没那么好。那个你的水浇下去之后，等于说路过它就下去了，就不会让它吸饱水。所以那样的情况下，你也可以采取净盆法，让它在水里泡一会儿，它的土壤才会具备从下往上吸水的能力。我平时呢，可能因为这两个也不是什么净化植物，我就会给它施一点这种普通植物的肥料。这样子施肥的话我们也采取这样尽量是薄肥勤施吧，滴在这个净盆法里，这样施肥也非常的方便。我平时就是会对这种极度缺水的植物进行一个抢救，会使用这个净盆法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呢，把这些需要浇水的植物都浇一遍吧。我就先把相机架在这里。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，大家可以先看它洗一洗嘛脸。我这里还想要强调一下一个新手很容易犯的错误，就是新手浇水啊，喜欢往叶片上浇水。实际上浇水就是往盆土浇水就可以了，这样子它的根系能喝到水。往叶片上浇水，除非是那种非常需要湿度的植物，它可能有一定的必要保持它的周围的环境湿润，其实那样子的加湿器是会更有效果的，喷水反而就是没有那么有效果。像我都是对准这个盆土浇。水壶有点小，我就得多跑几趟。还好那个厨房离这边浇花的地方很近。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就是浇水的时间点的选择。浇水的时间点应该选择早晨或者傍晚，这样比太阳没有那么猛烈的时候你浇水，不然的话，这个太阳晒过来，这个温度，盆土里的温度就会感觉太高了。之前我们养多肉嘛，大家都会说你会得到一盆水煮多肉。好，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。其实我还有很多有一些小细节可能没有包含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比如说这个，刚刚我想到一点，就是我浇完水，这个 saucer 里面如果还有水的话，记得要给它倒掉，不要让根泡在水里。
好，那如果还有其他一些问题，欢迎大家来给我评论区留言，我会跟大家在评论区讨论的。如果喜欢我这期节目的话，欢迎大家点赞、评论、订阅，这样会给我很大的帮助。那我们很快在下期节目见喽，拜拜！起来，服务一下大众。那我们很快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看镜头。